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贵州省利用贵州茅台来化解地方城投公司债务这个事儿。那贵州省城投公司的债务压力肯定是非常大啊，否则也用不着这个中国神酒贵州茅台出来解围。那我们顺着这个事儿呢，我们还会再谈一谈啊中国的城投公司的这种发展模式啊，它给中国经济乃至中国金融系统带来的深远影响。那好，我们先来说这个贵州茅台化解这个城投公司债务这个事儿。那在9月16号，上市公司贵州茅台它的控股股东茅台集团，它发布了一个募集说明书啊，就是准备向专业投资者发行150亿的小公募债券，然后募集到这个资金呢，它去做什么呢？它去收购贵州高速的股权啊，偿还债务，补充流动资金。那贵州茅台大家知道是贵州省国资委100%控股的啊，然后它呢持有贵州茅台上市公司7.28亿股啊，占总股本的比例呢是58%。那贵州茅台大家知道现在是2.13万亿市值的一个大的公司，是中国 A 股第一大市值的公司。那如果你按总股本58%算啊，基本就是1.2万亿的这个市值的资产啊，贵州茅台持有这么多的市值的资产。那大家知道，在贵州啊，它2019年的整个贵州省的 GDP 才1.68万亿，对吧？那茅台一家公司的市值呢，就2.14万亿啊，已经超过了2019年贵州省的 GDP 的这个数额。好，接着我们就来看茅台集团2017年到2020年的一个营收利润数据啊，我们来看一看茅台集团的家底有多丰厚。那我们看这个表啊，可以看到2017年的时候，贵州茅台的营收呢是662亿啊，一直增长到2019年1000亿。那净利润呢是从300亿增长到2019年的471亿。那在上半年呢也非常好啊，营收呢528亿，净利润呢259亿。那茅台集团呢，它不光是这个账面数字好啊，它的现金流也非常好，现金流也非常的健康。那茅台集团它其实不光是持有贵州茅台这一家上市公司啊，实际上它控股的全资的一共有23家公司，但是这些公司呢，绝大部分都跟酒类的制造、销售这些上下游的产业链相关。关于收购这个高速公路呢，啊，还是属于第一次啊，属于首次的事儿。那关于这个茅台啊，用茅台啊这个神酒啊这么优质的一个资产去化解城投公司的债务啊，这个事情呢，其实从去年年底啊就已经开始干了。那去年年底呢，2019年12月25日干了个什么事儿呢？就贵州茅台它发布了一个公告，说收到控股股东茅台集团啊关于无偿划转贵州茅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份的通知。啊，这个通知呢，啊，就是贵州茅台无偿的划转了它持有的4%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股权，给了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那大家刚才我讲了，贵州茅台这个上市公司的市值是2万多亿啊，那4%的这个市值就是800多亿，等于茅台集团无偿的把这800多亿的市值划转给了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那这个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个什么东西呢？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担保和增信的平台啊，大家看这个表啊，这个图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担保人写的是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啊，它呢给其他的城投公司做担保、做增信啊，好让他们把债能发出去。那大家隐约的可以看到，这个发行人是做保障房建设，对吧？保障房建设的，它明显就是有城投这种功能的。那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呢，啊，因为有了这个茅台的股权嘛，所以它这个资信能力就增强了，所以他就可以给其他的城投公司呢做担保啊，所以这是第一件事儿，早就做了。那第二件事儿呢是今年的9月15号啊，是茅台刚发了个公告，就是它下面有个财务公司啊，可以投资那个固定收益有价债券，什么意思呢？啊，也就是它可以开始买一些其他的城投公司发行的债券，那变相呢其实可以支持其他的城投公司发债啊，也是其实帮助化解风险。那第三个事儿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啊，茅台集团发行150亿的这个债券去收购贵州高速的股权。好，那我们这个其实贵州茅台呢啊有一句玩笑话说它是全村的希望啊，是贵州的定海神针啊，其实确实是如此，它呢能够方方面面提高这个整个贵州城投很多公司的这个资信啊，帮助他们一定的化解债务。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贵州高速的一个情况。贵州高速呢，它是1993年就成立了啊，也是由这个贵州省国资委100%控股的啊，其实就是茅台集团和贵州高速，他们都是一个妈啊，实际控制人呢都是贵州省国资委。
那我们看一下17年到19年它的一个财务数据啊，它的财务数据你看17年的营收啊145亿，19年的200亿，看上去还不错，有增长啊。但是你再一看归母净利润很差啊，这个很低。然后你再一看利息支出非常非常大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贵州高速它的这个债务压力很大啊，它的债务截止到上半年已经有这个将近2800多亿到2900亿啊，所以你按3%来算，一年也将近有80个亿的这个利息支出，所以扣除这些利息支出啊、人工成本啊什么的啊，利润就很少啊，这还是包含了政府补助的利润。如果把政府补助啊那些剔掉以后啊，几乎每一年不怎么赚钱。那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呢，这个营收是78.6亿啊，归母净利润是亏了19.2亿啊，这个是因为今年上半年的疫情啊，以及这个高速公路的免费，导致了这个营收的下降，然后就亏损了。那我们知道这个贵州啊，其实这些年它的这个基建啊、投资啊是狂飙突进的啊，它这个债务增长率是全国的速度是排在第1位的啊。贵州的这个主要是靠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那从2015年开始呢，贵州高速就搞这个3年大会战啊，结果让贵州呢成为了西部第一个县通高速的省份。那整个去年到2019年，贵州省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已经突破了7000公里。啊，高速公路的这个综合密度是位居中国第一啊！大家可以想象，西部一个省份，它的密度呢是中国第一的。那贵州高速呢，又是贵州省公路行业的龙头企业啊。整个这个贵州高速，它这个承建的高速公路呢，通车里程呢是有3800公里啊，这个呢占到了贵州省全部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的55%啊。那贵州省整个的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不过也就是7000多公里啊，这个贵州高速它一家承建的呢就占到了55%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贵州公路就是贵州高速啊这家城投公司在这个贵州公路行业的一个地位啊，或者说承建的这个高速公路的一个量。那贵州高速呢，它走到今天肯定是已经走不下去了啊，否则也不需要贵州茅台来救，对吧？那就是因为它的融资已经达到极限了啊，它所有的这些资产基本能抵押的都抵押啊，能够用来这个贷款的都用来做抵押物了啊，这个资产抵押已经接近天花板了。那刚才我讲了，它债务是2800多亿，对吧？这个资产负债率呢是70%，这个水平非常高，然后所有能用的抵押来资产呢，基本都用尽了。那其实贵州高速从2012年以来呢，它就开始不停的发债啊，什么短融啊、中票啊、这个私募债啊、公司债啊，包括这个大量的银行贷款啊，所有这些债务加起来啊，2800多亿。所以整个贵州高速走到今天呢，它就没有合格的抵押物了啊，想到再去借钱就很难啊。但是它呢还背负着这个任务，对吧？这个贵州高速呢啊，它在2020年到2022年啊，根据它的计划，要准备在建和拟建的高速公路计划总投资1000亿啊。那你说这个钱从哪儿来呢？对不对？还有这个偿债的压力这么大，谁来还这个钱呢？啊，所以说就出现了贵州茅台啊，这个白衣骑士解救贵州高速这一出大戏。好，接着呢，我们简单再看一下这个贵州省的这个债务情况。它的这个贵州省的债务情况呢，在全国是排第1位的啊。这个整体的债务风险非常高，包括茅台所在地遵义市啊，它的城投呢有很多这个非标啊，就非标就是说没有公开的那些债务，已经有一些出现违约了啊。这个其实本身这个遵义市本身的这个债务压力是非常大的。那我们看一张表，简单看一下啊，这个是就是各个省市吧，它的这个债务率的一个情况啊，它是比较的对象是用这个城投债务除以这个当年的这个2019年当年的这个财务预算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最高的这个债务率就是这个贵州啊，1.28万亿的城投的债务余额啊，这个但是整个当年的这个2019年当年的这个一般预算公共预算收入啊才1700多个亿，所以债务率就达到725%，反正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口径啊，这只是其中口径之一。但是不管按哪一种口径啊，贵州省的债务率都是在全国排第1的啊，非常非常高。那走到今天呢，你说贵州省有没有这个债务违约呢？啊，非标的债务是已经有很多的违约了啊，但是公开债券的违约呢几乎没有啊。为什么？这个我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啊，公开债券如果一违约就完蛋了，你这个信用城投的信仰就没有了，整个这个信用就尽失了，以后你在这个融资市场再也融不到钱了。但是非标违约呢没事啊，非标违约是私下的，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啊，所以非标呢违约还凑合，但是如果公开市场债券违约，就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好，
那贵州省呢，大家也知道，这个它地势不太好，对吧？地貌原因，所以它本身的高速公路建设的造价就非常高啊。平原地区呢，1公里的这个高速公路建造资金是5000万到7000万啊。那到了贵州这块呢，基本就要翻倍啊，平均每公里呢需要1.2亿的资金，所以整个这个贵州建造高速公路呢非常耗钱啊，就是一个现金的无底洞。好，这个就是讲完了这个贵州茅台啊，它那个对地方城投化债的一个事儿。其实最近呢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天津市它也有一个巨大的城投公司出现债务问题了啊，刚好呢债务呢也是2800多亿。这个公司呢叫天津泰达啊，这个天津一共有84个发债平台，那这个天津泰达呢资产规模可以排到前3啊，这个负债呢债务规模2800亿啊，关键是到10月份呢，马上就要将近100亿的债务就要到期了啊！但是这个新闻呢，你上网去搜啊，基本都是404的啊，你是看不到的啊，这个非常敏感啊，这个债务的压力呢，也能侧面说明非常沉重啊，有可能发生违约。好，那这是这个天津的事儿，但天津比较可惜啊，天津它没有茅台啊，天津这个没有核心的顶梁柱的这种现金奶牛的企业，所以说天津就比较这个债务处理就非常难啊。这个其实说起天津呢，很多人确实也想不到什么有名的企业啊，不管是大的国企还是大的民营企业都想不到啊。但是天津的这个国有企业的债务违约的事情呢，却很多啊。你从早些年的这个渤海钢铁，到最近2年的天津物产啊，还有到这个今天这个资产规模2000亿的天房集团啊，还有现在爆出来的这个泰达控股啊，这些都是庞然大物啊，都已经排着队开始出现流动性危机了。好，这个是讲完了这个城投的这点事儿啊，接着我们就说这个大搞城投基建的这种模式会给社会带来哪些影响啊？给中国的金融系统带来哪些问题？一个是呢，就是它是会对当地的银行系统造成非常大的打击，因为大量的信贷投放都投放到这些城投公司，所以不免呢就会产生一些坏账啊、烂账啊，这个现金流的这个断裂啊，对中小银行，尤其是当地的这种中小银行产生巨大的冲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来你经常这1-2年吧，你经常能看到很多各地的中小银行频繁暴雷啊，经常就出现这个挤兑事件或者暴雷事件，就是因为这个很多的中小银行它就是为了支持当地的城投发展，支持当地的国有企业的发展啊，所以这个信贷扩张的非常大啊，所以有很大的坏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城投的这种发展啊，也直接造成了中国的基建的大跃进啊，包括固定资产投资的大跃进。那这呢，也是中国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迅速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因为你商业银行往出放贷得有人借，对吧？你如果在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呢，有一些主体或者银行它经过考量以后，他觉得放给你这个贷款，放给你这个主体这个公司可能不赚钱，有风险。他就不会给你放贷了。但是在中国特殊的这种国情和体制，对吧？尽管是放的这笔贷款有风险因为政治的压力或者政治任务，它依然也要贷给你。所以说这就导致了中国的这种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的这种极限化扩张这个杠杆放的非常非常大大家知道现在中国的存款准备金利率非常低货币乘数呢也非常高这种杠杆的系数非常大所以这是造成了第二个这个影响这种影响其实就是让你说白了就是身体被掏空就是这个金融系统其实很多的钱被这个身体被掏空。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央行呢也不停的进行这种放水逆回购中期便利包括乃至降准这些操作那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核心原因就是因为最下游它有无穷无尽的这种融资需求那商业银行不管是因为刚才讲了政治任务也好保住当地的经济就业也好都要给这些下游企业发放贷款去维护这种经济的稳定。所以说呢，这个央行呢最上面的这个央行它也要不停的去放水去降准去支持下游的这种融资需求。这是第三个影响。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说一下这个基建它根本就停不下来为什么？因为当基建停止之日就会发生巨大的这个风险事件就是不可描述之事发生之时。那中国的基建呢，其实是把未来几代的人的活可以说都给干了这个基本未来几代人都不用干事情了所以不知道未来的人就是会不会怪怨今天我们现在
这一辈的人啊，或者现在在市场的这些人，把人家的活都给干了，导致人家未来呢就失业了，都找不到工作啊。所有的路啊、桥啊、铁路啊、机场啊，我们都给干完了，未来几代人没事儿干了。好，这就是这种基建城投的模式啊，给中国经济带来了4点影响啊，我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好，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那从贵州茅台啊，从茅台集团这个发债去化解城投债务这件事儿，说明贵州呢现在的债务周转遇到极大的问题。如果不拿出这个中国神酒啊，恐怕呢难以为继。那我们从好的方面讲呢，这个贵州茅台啊，它可以提高贵州省当地城投的这种信用啊，可以帮助化解市场对当地城投这种债务压力能否继续维持的这种恐慌啊，或者是这种城投的信仰能不能够继续的维持。这是好的地方啊，帮助提高了这种城投信仰。那从不好的地方来说呢，这也可能是把这个当地最优质的企业金饽饽拖下水啊，把这种劣币和良币相绑定啊，从此呢就铁锁连环。好，那这个呢，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